这绝对是一部能排得上号的国产悬疑电影，剧情紧凑无尿点，结局更是震碎3亿人的三观，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反转。影片将全员恶人这个词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场车祸，3条线索，7个人的命运究竟会组合成一个什么样的惊悚故事？主人公名叫小齐，是一家报社的王牌记者。这天下班回家时被堵在了高架桥上，广播里传来了前方路段发生车祸的信息。身为记者的第六感告诉他，前面一定有大新闻，于是他果断开上应急车道，赶到现场后，熟练地拿出相机准备上前拍照，结果就看到了爆炸性的一幕：发生车祸的豪车里坐的竟然是某高层官员以及一名当红嫩模。高官出轨嫩模，这么劲爆的新闻，要是被他给曝光了，那升职加薪还不是指日可待。于是猛拍了几张照片后，就立马回到车上撰写了一篇新闻，发给了他的主管妹姐。妹姐说要确认一下才能发表。小齐自然知道流程，此时兴奋至极的他还想约妹姐吃个晚饭庆祝一下，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结果刚挂掉电话，自己就也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他也没太当回事，反正掌握着爆炸性的独家新闻。可修车的时候，老友阿吉却告诉他这辆小红可能是辆事故车。果然经过仔细检查后，确认这辆车发生过大事故，除了发动机没换，其他地方都动过，搞不好还是一辆带魂车。这下小齐可不高兴了，明明买车的时候车贩子说是美女一手车的啊，为了找到足够的证据去找车贩子索赔，小齐就找到了自己局里的另一个老友，托他通过发动机号查一下小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故。小齐离开后，老友就将事情交给了一名实习警察去办。这个小警察叫阿伟，别看他名不见经传的，但其实可不是一般人，往后看你就知道了。小齐回到报社后，主编开会讨论今天报纸头版的内容。小齐的独家新闻显然有这个资格，可一向和他不对付的文主管却表示还要再审一审。好在最后新闻还是顺利的刊登了，效果也果然非常爆炸，公司甚至为此开了庆功会。当然除了小齐的新闻，主要还是给邱主编荣退从政来庆功。邱主编以后很有可能就是邱部长了。小齐和妹姐都是邱主编的徒弟，期间甚至还有同事让邱主编撮合一下两人，可妹姐却表示自己早就有男朋友了。众人立马开始起哄，问那个人是谁，可妹姐并没有向他们公开。庆功会结束后，小齐送妹姐回家，期间妹姐一直在给那个男友发信息，可对方好像已经玩腻了。小齐看妹姐不开心，就主动安慰她，可没曾想妹姐竟直接报以香吻回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言而喻。可意外的是，第二天一早刚起床的两人就看到了小齐新闻里出轨嫩模的高官正在电视里澄清事件，说自己早就和前妻离婚，并在3个月前和那名嫩模秘密登记结婚。这下小齐成为了诬陷高官的元凶，各电视台也纷纷对他口诛笔伐。回到报社后，妹姐告诉他，死对头文哥向高层提议开除小齐，高层也通过了提议，所以现在的小齐已经是个无业游民了。这还没完，接下来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受小齐拜托查自己那辆车的警官告诉小齐，他的车在2007年8月30日晚上确实发生过车祸，肇事司机当场逃逸，至今也没有找到。小齐看着当初的车祸照片，当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资料上甚至还有他作为目击者的签名。小齐这才想起9年前他刚进入报社时无意间看到的一起车祸，他还曾把拍的照片拿给当时他的主管文哥看过，最后却因拍摄的太模糊而没有见报。小齐回到家后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那时拍的照片，结果却发现照片被删除了几张，当时相机只有文哥拿过，难道是他删的？为了弄清楚当初的情况，他找到妹姐帮忙，来到报社的档案室查阅车祸那天的新闻，发现当天各大报社刊登的都是某富豪女儿被绑架撕票的新闻，只有一家小报社在最隐秘的角落报道了那起车祸的事情。当时车上有一男一女，男的当场死亡，女的在住院后不久就奇怪的消失了。小齐立刻带着他的女神去寻找这位叫做徐爱婷的女当事人的下落。虽然徐爱婷已经隐名埋姓的躲了好久，但是小齐和妹姐都是记者，找人是他们的强项。面对突然拜访的小齐两人，徐爱婷却明显在回避什么，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当时她男朋友是醉驾，她也变成了残废，她不想再回忆那些事了，让小齐不要再来烦她。说完就转身准备离开。许小姐，我是那天的目击者。我一个当事者都不想追究，你目击者追什么？你们不要再来烦我。回去后的小齐看着当年的车祸资料，上面明明标注着男人无酒精反应，正纳闷呢，徐爱婷竟主动打来了电话，她希望小齐不要将今天找过她的事情告诉给任何人。小齐随口答应，但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说自己已经查过了，当晚她男朋友根本没喝酒，质问她到底在隐瞒什么。可电话那头却忽然传来了打斗声。女孩被突然闯入的神秘人绑架，与她通着电话的小齐立马意识到了危险。经过四处打探，第二天一早总算找到了徐爱婷家，结果刚一进门就发现一个身影跳窗逃走了。小齐虽然奋力追赶，可最终还是无奈看着对方开车跑掉。另一边的徐爱婷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铐在一张床上，看房间里没人，她先是用嘴拆下护腿上的铁丝，接着顺利打开手铐，可房门早就被锁上了。她找到电话打给小齐求救，可刚接通电话，神秘人就又回来了。再次从电话里听到了打斗声的小齐，立马意识到此时的徐爱婷应
应该是在被绑架的地方求救。他立马找自己的大保健之友刑警德哥帮忙定位徐爱婷的手机位置，但这需要一段时间。回到家后，决定彻底解开疑团的小齐开始认真研究自己当年拍的车祸照片。果然在一张照片的镜子中发现了肇事车辆，但是照片太模糊了，只能看清那是一辆奔驰，所以小齐就连蒙带猜的推断出几个车牌号，然后再让警察朋友帮忙。可是当天晚上朋友不在，只能拜托小警员阿伟。阿伟一开始并没有答应，因为这并不合规矩。可小齐说这些可能跟一起绑架案有关后，阿伟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了。毕竟能破获一起绑架案，对他这个实习小警察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阿伟拿到资料后，结果竟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的老师邱主编。小齐这才想到，当时看过相机里照片的不只有文主管，还有邱主编。难道这事儿还和他有关吗？就在小齐准备去报社问个明白的时候，却忽然收到了好友阿吉打来的电话，就是帮他修汽车的那个汽修工。小齐曾给他说过自己是买到了曾经目击车祸中的汽车，而此时阿吉却忽然打电话过来，说有关于那起车祸的事情要告诉他。于是他就掉头赶去了汽修厂，可赶到时却看到邱主编也在这里。起初他也没有太意外，毕竟三人本就相互认识。可走近一看，却发现阿吉死在了血泊中，两人随即报了警。做完笔录后，小齐来到了邱主编的车上，确切的说应该是邱部长，因为几天前他刚成功当选。邱哥说阿吉是跳楼自杀的，因为小齐正在查当年的那起车祸。小齐一脸的蒙圈，反而说自己知道当时逃逸的那辆车是邱哥的。邱哥听后不加思索的承认了，但却说开车的人不是他，而是阿吉。当天是阿吉借他的车出去泡妞，因为是酒驾，所以才肇事逃逸。回来后，他竟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找来一辆同款奔驰，对调了车牌。当阿吉将车还给他时，他就感觉出那不是自己的车。阿吉也早就向他说明了情况，这些年他一直都替阿吉隐藏着这件事。小齐还是很不解，那为什么车祸中活下来的徐爱婷总是逃避寻找真相呢？邱哥说他也不知道，但是前几天阿吉偷偷跟踪过小齐，也因此知道了徐爱婷的住处。他本打算找徐爱婷私了，但是找到他家时，房门已经被破坏，人也不见了，还差点被小齐抓到。小齐这才明白，原来那天开车逃掉的人是阿吉。回来后的阿吉眼看小齐一直追着当年的车祸不放，所以叫来两人打算说清楚一切。可阿吉为何忽然又跳楼自杀了呢？邱哥表示可能是他想让自己转达吧。小齐听着这个离谱至极的故事，不知该不该信，但实际上心底还是尊敬这个老师的，所以就没有继续追问。但是离开后，他又感觉哪里不对劲。如果邱哥说的是真的，那现在的徐爱婷在哪里呢？第二天，阿吉收到了警局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查到了徐爱婷的手机定位，于是在2名警察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个筒子楼，他们分头逐户排查。小齐却意外地发现那个小警察阿伟也住在这里，这似乎也太巧了。小齐立马挤进房间查看，但好像没有什么异常，最终他们也没能在这里找到徐爱婷。之后，小齐来到阿吉的汽修厂悼念，却无意间从墙上的照片里发现了端倪，感觉之前邱哥撒了谎，于是就偷偷跟踪邱哥，结果竟发现邱哥和妹姐还有着见不得光的一面。请问一下邱部长，邱老师，你跟你的学生搞外遇搞了10年了，你现在这样子不是对大家都好吗？这个男人太不要脸了，跟自己的学生搞外遇，如今发现他和自己另一个学生鬼混后，还跑来兴师问罪。妹姐当时就要和邱哥分手，说这样对大家都好，谁知如今身为部长的邱哥却不肯放手，还说会把他带在身边做秘书。要不说这女人都一样呢？邱哥这样一说，妹姐的态度当时就转变了。之后两人来到阳台透气，恰巧被跟踪邱哥的小齐看到了。那一刻，他的内心五味杂陈。原来妹姐那个所谓的男友真的存在，而且就是自己的老师。但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这些情啊爱啊，而是妹姐先前那么积极的帮助他查案。难道是邱哥安排在他身边监视他的吗？邱哥下楼后，小齐立马就上了他的汽车，然后开门见山的问道：2007年8月30号，你还记得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啊？原来当初他目击到车祸的那天，正是阿吉向妻子求婚的日子，所以他怎么可能在求完婚之后，又开着邱哥的大奔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泡妞？所以当晚开车的绝对是邱哥。邱哥眼见纸包不住火，就承认了，那晚开车的确实是他，而坐在副驾驶的正是妹姐。当时撞车后，邱哥担心影响仕途，就逃逸了。事后找到阿吉帮忙调换的车牌，那阿吉呢？阿吉真的是自杀吗？邱哥说是的，毕竟调换车牌的人是他，一向怕事的他，选择自杀也不是不可能。这个说辞多少有点离谱，但是他可不管小齐信不信，只要他自己信就够了，因为他知道小齐之所以调查这起案子，无非就是为了再回到报社。如今已经步入政坛的他，当然能给小齐开出比回报社更好的条件。听着邱哥抛出的橄榄枝，他也真的犹豫了。可他始终搞不明白徐爱婷在逃避什么，又是什么人绑架了他。邱哥表示自己不知道，他也根本没有找过他，但是那些并不关他们的事，还让小齐也不要管了。这时小齐忽然想到，之前在小警察阿伟家中时，看到合照里并没有阿伟，于是就再次找到了那所房子。可这次开门的竟是一个阿婆。
婆从阿婆口中得知阿伟就住在隔壁，当天是他拜托阿伟给自己喂猫的，于是小琪就敲响了隔壁的房门，可却始终没人回应。刚要离开时，却在连廊上看到了阿伟，他穿着雨衣，浑身是血，手里好像还拿着徐爱婷的布腿。他随手捡起一根棍子就冲入了房内。然而他一个记者根本不是警察阿伟的对手，没几分钟就被按在地上摩擦。可最后阿伟又没有痛下杀手，反而将关押徐爱婷的钥匙交给了小琪。小琪刚要开门查看，可阿伟却忽然说道200万，好花吗？小琪听到后，当时就愣住了。原来当年他目睹车祸现场时，无意间在后座发现了一大包现金，便从中顺走了200万。至于这笔钱又是从何而来呢？还记得先前阿伟在档案室查询车祸信息时，报纸头条刊登的那起绑架案吗？阿伟就是当时的绑匪。当然，徐爱婷和车祸中死掉的那个男人也是。当晚，徐爱婷和那名男子顺利的拿到了1500万的赎金，可回去时却发现负责看守的阿伟竟然撕票了。两人认为阿伟疯了，果断拿着钱跑路了。不料半路发生了车祸，阿伟赶到案发现场时，小琪已经离开。他拿走了剩下的钱，害怕徐爱婷认罪，阿伟就又去医院绑走了他，并囚禁在自己家中。其实他是喜欢徐爱婷的，每天贴心的伺候她，打算将钱洗白后带着她远走高飞。在这个过程中，徐爱婷好像也对他产生了好感。感受到徐爱婷的变化后，阿伟就解开了她的手铐。可不曾想，徐爱婷竟偷偷带着那笔钱跑路了，之后便躲在乡下独自生活着。这也正是他一直逃避的真正原因。然而阿伟为了找到徐爱婷，竟利用9年的时间考上了警察。没想到刚入职就遇到了追查那起车祸的小琪，于是他就跟踪小琪，并成功找到了徐爱婷。可唯一弄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赎金少了200万。看到小琪的反应后，他终于明白了，原来小琪之所以对这起车祸这么执着，并不是为了回报社，而是怕自己拿走200万的事情露馅。此时的小琪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想救徐爱婷也不是假的，毕竟如果不是他，徐爱婷也不会被抓住。可打开门后，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呕吐了起来。此时的徐爱婷已经被砍去了4肢，但人好像还活着。阿伟把刀架在了小琪的脖子上，然后扔给他一把螺丝刀。这个变态竟让小琪杀掉徐爱婷，可小琪却突然转身用螺丝刀刺中了阿伟，然后将其按在了身下。最后，小琪找到了秋哥，在他的帮助下，成功将案件定性为了正当防卫。从此，小琪和妹姐也成为了秋哥驰骋政坛的2个得力助手。但是偶然间，小琪却从报社的死对头文哥那里得知，当初将他开除报社的其实是妹姐，因为出了虚假报道后，身为主管的妹姐肯定要先自保，而他和当时还是邱主编的秋哥又是那种关系，小琪被开除还不是他说了算吗？听到这里，小琪很好奇，文哥是怎么知道他们2人的关系的？小邱他升总编的那天，我们在山上吃饭，他们之间有什么，我一眼就看出来。小邱那天喝挂，我扶他上车，Maggie 抢着开车送他回去。